Hello，大家好，我是贝。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因为上一支影片的声音实在太小了，很多人都有跟我说。那这一次我被提醒自己尽量的把声音放大，而且同时我也已经订了麦克风，希望可以改善之后收音的问题。那今天为什么要来拍这支影片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跟身旁的一些朋友聊天啊，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对于自己没有自信。那在跟他们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有产生了一些想法，那今天我就想要趁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那大家都知道，法国女人是一个非常随性自在，然后非常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我觉得他们的对自己的这种自信心是可以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因为有价值的是在于我们的本身，而不是我们的身外之物。当你今天对自己足够有信心、足够有自信的时候，化妆是为了来取悦自己，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画一个有法式妆容、有法国女人精髓的法式妆容。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立刻开始。那一样，我目前是纯素颜的状态。然后呢，我现在从戴隐形眼镜先开始。其实我以前啊，我很抗拒拍这种要边说话边录影的这种美妆影片，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一心二用，而且我觉得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好尴尬哦。可是后来我朋友就一直很建议我试着去做做看，跨出我的舒适区，让我学着去怎么说呢？挑战自己原本害怕不可能做的事情。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帮助，也是一个学习，所以我就努力的尝试了。那这个是我第二次拍这种说话的影片。以前我是很有偶像包袱的，我从来不敢素颜的出现在大家面前。我做这行10几年，从来没有同事看过我素颜，完全不化妆的哦。那我目前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如果我去工作的话，其实我至少会带一个底妆，然后画个眉毛。我工作简单的妆容真的就是这样而已。可是像这样子整个素颜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可是我觉得我想要挑战自己，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我接受了朋友的建议，我想来试试看，我来拍看这种一边说话的自言自语的影片。那我现在隐形眼镜已经戴好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从底妆的部分。那今天我用的粉底是这个新品 Make Up Forever HB 的粉底液，那这个色号是 EY04。好，那我们一样，我们就先把这个粉底，把你需要的量挤出来。其实真的不用多啦，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呢，找一支你习惯用的粉底刷啊。我最近喜欢这种胖胖的粉底刷，因为它刷毛够扎实够密，而且它也有宽度，但是它也可以有角度，所以它在上妆的时候其实蛮快的。然后呢，因为怕等一下化妆会我的头发会干扰到，所以我现在先把发箍戴起来。好了，我们开始化妆吧。粉底刷，然后我们现在先沾取一点点粉底液。那从我们脸上肉最多这一块，因为这边你下手一开始量是最多的嘛，你从这边下手是比较不容易失手的。然后呢，把粉底液带过去，其实脸的边边这边不太会有粉底液，所以会变成一种天然自然的修容，让把中间的肤色干净提亮。那周围外围轮廓这一圈呢，就会变成是非常天然的修容。好，我现在先上眼下的三角区这一块，然后它尖尖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刷这个鼻翼的角度，它也可以刷得进去。然后太阳穴，然后慢慢延展，然后往下，它的方向都是从上往下，然后再沾一点点。我们来涂额头，那我们是顺着那个皮肤纹理的方向。眉毛可以带一点点，就用剩余最少的量，然后还有眼周、眼睛的部分点底，轻轻的带一点点。嘴角的地方也不要忘记哦。好，这样子的话呢，粉底呢就会比较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边边都只是一些过渡色。因为法国女人她们其实不太喜欢修容，她们宁可做打亮都还来，但是她们很少会有修容。然后她们的妆容也比较简单，她就是很快速的打一个底，然后画一个眉毛，但是重点就是可能弄一个睫毛膏，然后一个大红色的口红，就非常的有自信，就觉得自己这样很迷人。然后喷了一点点香水就出门了。我觉得这样的随性上很率性，非常的帅气，也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跟效仿的对象。现在我们擦另外一边。一样哦，眼下的地方这块开始听过肌的地方，因为这边如果你下手重一点，不小心的话比较不会失手，比较不容易失手。沾一点点，然后一样由下往上，由上往下了，不好意思。然后的角，然后人中，鼻翼的部分千万不要忘记，因为这边是最容易卡粉的地方，所以这边一点点粉就可以了。然后记得要把它刷均匀。好，额头也带一点。我在从来没想过我可以素颜的拍影片给大家看我没有化妆的样子，这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好，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哪一边没有刷均匀，通常比较有可能是边边打际线这里，或者是眼角啊、鼻翼呀。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快到了，
为了让你的妆容可以更持久、更服帖，我建议可以拿一个美妆杆，不管你是干的还是湿用都可以。然后呢，轻拍，然后记得它的方向是90度跟皮肤的接触，不需要磨蹭。90度的这样子拍打按压，就可以让粉底跟你的皮肤更加的紧密的贴合。例如说这样子弹的方式，90度。我们最容易脱妆的就是中间这一块，所以这边可以这样抢。然后眼周、额头。这样子我们的底妆就已经先完成一部分了。那接下来的定妆呢？今天我的定妆会用到2种东西，第一个是这个 Make Up Forever 的透明 HD 的蜜粉饼蜜粉，然后还有一个他们家最近新的产品，这是短短蜜粉，色号是1号。那因为它这一罐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有一点点的亮粉，所以它会做到微打亮的效果，但是又是那种爱内含光，就是不会太明显，不会变成是让你油光满面的那种，可是它可以做到让你脸部提亮，所以这一罐我们等一下做局部的 highlight 就可以了，而且妆容会非常的自然。好，那现在呢，我们先用这个一般的透明蜜粉做全脸的定妆。我们先拿一支刷子，然后单取蜜粉之后呢，然后敲一敲，把它揉均匀。好，然后开始定妆。量真的不需要太多，因为在夏天的话，你的妆越厚的话，其实是更容易脱妆，所以只要薄薄的粉底只是去提亮改善你的肤色。如果你的脸上有一些瑕疵想要遮，请另外用遮瑕膏，不要试着用粉底去做遮瑕的动作，这样会让你的妆感变得很厚。就不浸透了。那他们的妆，浸透自然的妆，其实是你还可以用眼睛视觉的看到你皮肤的纹理，那样子的妆是会非常的自然。就是他们非常喜欢那种我天生就是这么漂亮。那其实我里面都做了一些小小的手脚是你们不知道，他们不喜欢这样被人家发现。但是就感觉说，我就是天生的丽质，这样懂吗？对 ，OK， 好，定妆。然后最后的粉不要忘记眼皮也要撒一点，这边刷一下，因为我们眼皮尤其是双眼皮的人，这边很容易出油。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用刚刚我说的那个转蜜粉，怎么用呢？看一下这个。它里面是长这样，它是3个颜色组成。那这个里面有一点微微的珠光，一点点的，也不会太大，也不会很多。那你就是这样子转一下，它就会有粉末跑出来，像这样子，还蛮好玩的。然后它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肤色。这个时候你可以拿一支小一点的当做是打亮刷，因为我们只需要上局部而已，不用上到全脸。这个时候你就拿一支打亮刷，我看一下，好，用这支好了。沾一下这个蜜粉，现在里面的量有点多，我刚刚转的太多下了。好，均匀沾水之后，先把多余的粉抖落。好，那上在哪里呢？上在脸上我们骨头凸的地方，凸的地方是哪里？额头、山根、鼻头、眉骨、颧骨、下巴，还有这个唇峰的位置，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安全去做打亮的部位，所以就放手的去吧。这边有没有？这光子超漂亮的啊！我觉得这光我真的买了没有后悔我喜欢这一瓶，而且它这个颜色是大部分的女生皮肤的肤色都可以用，除非你特别黑，你才会需要。如果你肤色是真的比较健康，你就可以往深色那边一点挑。好，鼻头、唇峰、下巴。然后这里一样，超美的颧骨，但微微的有一点打亮，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脸部更立体。然后眉骨的地方，那用量很省啊，只需要一点点而已。好 ，OK， 那我们底妆的部分就完成了。那接下来我要画什么呢？我要画我的眉毛。上一集的影片有介绍到眉毛怎么画，我们这次来复习一下。首先呢，先观察你的眉毛是哪一个地方要需要补，你可以先拿一支笔，先比照一下，对称哪边比较不一样。比如说我这边眉毛比较高，对不对？那我眉笔需要补的地方就是补在下面，这样让两边的距离可以近一点。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它眉头太低了，但是上面太斜了，两边的弧度不太一样。这边比较平，那这一边的话就会比较斜、比较陡，所以我们就尽量把这两个抓一个平均值，让它看起来是对称的。因为人不可能脸长得完全对称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睡觉、睡姿跟我们习惯咬东西的咬合方式，其实我们的左右脸都会有不对称，这是非常正常的，不需要去强迫自己说一定要画到完全对称。因为太过工整的东西啊，通常会显得过于老气，或者是太过的匠气，那反而会失去了那个自然感。也比较没有那么年轻。那尤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画一个法式妆容，他们那么随性的人，怎么可能会要求自己画一个很工整的妆？那就很不合逻辑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画眉毛，先从这边开始画。刚刚因为这边的眉峰两边对比，这边的眉头比较低一点，所以我这边的眉头会往上补一些，不需要整个涂满，涂很用力，你只要顺着毛流一根一根画，稍微让它保留着那个透明感，这样子你的眉毛就会非常的自然。OK，那我眉毛要画多长呢？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我眉毛到底要画到哪里？有人画太长了，这已经变眼骨妆了。我们标准最适合的长度是从嘴角对到眼角，然后延续上来这个位置，可以做个记号。这里就是你以你自己的脸的比例最适合的长度。然后呢，我们从下缘这边开始画，一笔一笔的，顺着毛流生长的方向，然后画到我们刚刚做记号的长度。
眉毛的底颜色深一点没有关系，当然上面这边就可以淡一点，这样会比较自然。好 ，OK， 这样我们都找到我们眉毛的长度最适合的位置是在这里。那然后我们的眉峰要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眼睛瞳孔外围这个地方，这条线对上去，这里就是我们的眉峰，眉毛最高点。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一样一笔一笔的画下来，画出假毛流。OK， 然后呢，画完之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再用这种螺旋梳去把它晕开，把眉毛梳顺，整理它。头发要梳，眉毛也要梳啊。你这里梳顺，然后把边界线晕开，这样眉毛都会非常的自然哦。好，那我就去完成这一边哦。用刚刚的方法，刚刚是这边眉毛太高嘛，那所以我这边的眉毛就变成是我要画下面，这样两边的位置才会被拉紧。那因为我自己画眉毛已经画习惯了，我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眉尾需要到什么长度，所以这边我就不示范了。然后这边的眉毛还有个问题，就是这边眉毛刚刚比较陡嘛，那这里比较平，所以刚刚上面我眉头补了这里，那这边的话也要给它一点弧度，让两边看起来会比较接近。眉峰一样带给我这个位置，这样就画好了，一点都不难，很快对不对？然后记得一样用这个刷子去晕开你刚刚眉笔的痕迹，然后看看你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哪一边有空洞没有画到的，再补一下。OK， 好，那当都有了之后，上次也有提到嘛，我们要用眉粉定妆，帮眉毛定妆比较不容易，因为出油它就眉毛会缺角会掉。我今天一样我们用眉粉来定妆，那你就找一支眉刷，沾一点点眉粉，然后从哪边下手还记得吗？从下缘中间下手，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最深的话，比较不容易失手。从这里开始，然后往后慢慢的带过，余粉呢再往前带，以及往上。那我们这边就完成喽。然后换这里，一样从这里下手，往后带，往前，在余粉上面轻轻的带过就行了。通常颜色的话，尾巴颜色会重一点，眉头的部分颜色会淡一点，这样会比较自然。所以可以先从往后画，然后余粉往前带。OK， 好，这样眉毛就 OK 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画睫毛，所以我们会需要用这个工具，就是睫毛夹跟睫毛膏。好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用睫毛把我们的睫毛夹翘。这两边都夹了之后呢，今天我们会用到的睫毛膏有3支，那其实你不一定3个都要用到，因为一个是这是睫毛打底的，它有纤维可以让你的眉毛长度变长，然后这支就是一般的睫毛膏。那这一支呢是 CanMake 的美睫毛羽衣，它会干掉之后它会变硬，它可以让你维持在那个卷度层在那里。那你可以3个都用，或者是你只要选择2个，一个打底的跟一个一般的睫毛膏就可以。那我们现在先来用打底的睫毛膏，这是爱杜莎的，我们可以先用这个帮我们的睫毛打底。觉得发式妆容的精髓啊，就是很 free 很自在，它只是做一个稍微的点缀，它并不是我整个人的主体，它只是让我看起来，我有看起来比较有精神这样子而已。所以今天这个是属于比较日常的妆容，上班也可以用哦。好，不好意思，OK， 好，那现在打底上完了，要开始我们要来上睫毛膏，这个是可以有的，我蛮喜欢用这支的，因为它可以刷出很纤长的睫毛。那我们开始上睫毛喽，从根部压一下，然后往上。其实不需要，以前都会说什么日印日型嘛，那这样其实很容易结块，会变长角。现在的话其实已经不太有人会用那个方法上了，只要顺着眉毛睫毛生长的方向，直直的这样刷出去就可以了。这样，那是真的连眼线都不一定会画，但是一定会有睫毛膏。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坚持。OK， 好，那我们睫毛眼部的眼妆就算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上一个有气色的腮红，但是看不出来，有点像是我自己皮肤很好，气色很好，好气色，所以不会有太明显的腮红。是我会今天用这个比较自然的颜色，这个是我不会念这个牌子的名字，但是它是一个韩国品牌，然后色号是 TK07。有人还会拿它涂卧蚕，因为非常的少女感，然后颜色会让你的苹果肌红起来。好，然后拿一支这个腮红刷，然后沾一点这个腮红这样下，我们不需要太多。下手的位置很重要，下手的位置在哪里？不是在你苹果肌，不是在苹果肌的最高点，是在苹果肌最高点的上方，因为这样子的位置才不会让你脸有下坠的感觉。位置其实是应该要在苹果肌高一点，这个才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放在这里，然后最好不要这样子，因为会把你的底妆给带走。比较好的方式是你可以这样子用轻敲的方式把颜色硬盖上去，应该这么说对。
那范围我要涂到多广？大概鼻子这边，然后到眼尾连过来。像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直角？你在直角的跟我的手直角这边这一块这个范围里面，像腮红都是安全的，可以放心的上。我看一下，然后记得不要有那个明显的界限感，要把它的边边给晕开，这样子才会自然。然后看起来都会很像，哎，你是从皮肤里面的白里透红，然后这边一样，可以提高你的苹果肌，上你脸上的这块肉都可以被提上来。所以腮红换位置也很重要哦。好 ，OK， 那剩下的余分，可以顺便带一下鼻头、额头、下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整个妆容会更有整体感，因为我们脸上都会有血色，那这样子会比较有一致性。OK， 那 OK， 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步骤喽，就是我们的大红色的口红。那我今天用的是这支 Make Up Forever 的他们的新产品，这个是什么色号？4什么2？402，它是一支大红色的口红。他们大红色的口红非常的多，但是色调色系会有一点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偏橘的，有的是偏冷色的，就是可能偏蓝的。那今天这个的话比较属于比较中性一点。要怎么涂呢？你知道他们还会直接用手指涂吗？非常的随性啊，他们就是可以这样子沾，然后就这样直接涂，我没有骗你们，就是这样直接。根本连唇笔都不用，你看他们帅不帅？好啦，这样子有一个法式妆容精髓的妆感就完成啦。看一下，底妆有眉毛，有睫毛膏，然后大红色的口红，这个就是法式妆容的精髓。对于一般女生应该也是蛮好上手的。今天就到影片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下次再继续看哦，谢谢，拜拜。